您是金卡会员，打完8折收您14400。打什么折？谁让你给他打折的？啊，没长眼睛吗？张姨，他是金卡会员，系统自动打的。金卡个屁！重新打单，1分折都没有。林大经理，我把话放这儿，你天天带人来吃，我们小本生意经不起你这么打折。阿姨，有话咱们出去说，我这儿有客户。客户怎么了？有客户就能白吃白喝啊？我看你就是仗着人多想赖账。2年，我在这店消费40多万，没赊过1分钱。今天他说我赖账。大姐，账我们照付，您消消气儿。你少管，我跟他说话呢。18000整，没有折扣。下面还多了3行，包间费800，服务费1000，茶位费按人头500，合计20300，比刚才多了5900。怎么，付不起？付不起让你那些客户凑凑嘛？付得起。20300，一分不少。下回来提前说。哼，我们店现在火，不一定有位置伺候你。林经理，这店跟你有过节？王总，让您看笑话了，这杯我自罚，今天招待不周。合同的事不变，你的为人我信得过，就是这店，下回咱换一家。这顿饭吃的跟吃苍蝇似的。小林，钱是小事，但是记住，做生意先看人，这种店趁早断了。王总说的对。2年前，方婷这店刚开业，头3个月一天流水不到500。是我把公司的商务接待定在这儿，是我自掏腰包充了5万会员帮他贷款。他抱着我哭，说这辈子都记我的好。现在店火了，贵宾位没等来，等来一句金卡作废，这事儿必须当面说清楚。曼曼，你怎么回来了？20300，方婷，这就是你妈嘴里的小本生意。怎么嫌贵？嫌贵别来啊！我们现在是网红店，多少人排队都排不上。我在问你，曼曼，我妈说的也没错，店里现在成本高，不能一直给你优惠。再说，你带的那些客户喝酒划拳，吵得别的客人都投诉了。好，我带来的客户现在成扰民的了。我说句难听的，这2年你打的折，抹的零，占的便宜还少吗？你要是个懂事的，早该补给我们了。人家帮你们拉客，打个折怎么了？你懂什么？我们没出他带，是他自己上赶着来显摆的，显摆他认识大老板，显摆他挣得多。我们店火，是我们家婷婷是手艺好，跟他有半毛钱关系。2年前他拉着我的手，一口一个贵人。曼曼呀，你就是我们家的贵人，没有你这店早黄了。现在我成了上赶着显摆的，占便宜，补给他们。补？行啊，那今天咱们就把这2年的账全都算清楚。算就算，婷婷，去把账本拿来。曼曼，
你自己看吧。去年3月8日，黎曼待客4人，抹零20，折扣120；3月15日，赠果盘1份，折扣98。一笔一笔，整整记了2年，连送我的1份果盆都标了价，38块。我每次带人来，她笑着说自家姐妹，给你抹个零。我以为那是情分，原来是账，每一笔都记着，等着我还。去年10月，我给她介绍一场订婚宴，12桌，消费18000。她当时拉着新娘子的手说果盘全免，账本上写着赠果盘12份，损失456元。去年5月，方婷生日，我在她店里给她办的宴，我请客，我买单2800，1分折没打。账本上竟然写着，生日宴当日停业半天，损失营业额约1500。看见没有？23000，这都是我们让给你的。你1个月挣那么多，好意思占我们孤儿寡母的便宜？这本子你记得？我妈让我记得，她说亲姐妹也要明算账。曼曼，你别多想，就是记个流水。记个流水，记了2年，精确到1份果盆。我说句不好听的，你们做销售的女人，天天陪男人喝酒吃饭，那提成是怎么来的？谁知道呢？挣的那些钱，干不干净还两说。我做销售8年，从售楼处小稳员做到大区经理，多少个夜里改方案到2、3点。我的每一分提成都是白纸黑字换来的。现在她说我的钱不干净，而我10年的闺蜜就站在那儿一声不吭。她说我钱不干净，你也这么觉得？我等着她，哪怕她说一句我妈胡说，这事儿都还有得谈。曼曼，我妈年纪大了，说话直，但是账是真的。你要是真拿我当姐妹，这23000你补上，咱们还是好姐妹。大家来评评理啊！这位大经理在我们店白吃白喝2年，现在让他补个折扣钱，脸拉得跟什么似的？我见过太多谈判桌上的嘴脸，对付这种人，吵是最没用的。23658，对吧？对呀，1分都不能少。好，我给。曼曼，你把收款码给我，当着你们2个人的面，我一笔一笔转，转完之后，咱们的账就清了。扫这个，扫这个！婷婷，最后问你一次，这钱我真转了，你要吗？要。亲姐妹明算账。收款23658元。哎呦，这就对了嘛！早这么痛快，多好！婷婷，你看，我就说他拿得出来。曼曼，你别往心里去，晚上留下来吃饭，我给你做你最爱吃的酸菜鱼。不了，你们的菜太贵，我吃不起。这23658不是补的折扣，是我买断咱们10年同学情分的钱，从今天起2清。曼曼，你什么意思？至于吗？不就是算个账？这卡里还剩31400块，
今天退了。退什么退？会员卡充了就不能退，这是规矩。阿姨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了解一下。预付卡余额，商家无正当理由不得拒退。你要是不退，我明天就打市场监管投诉电话。顺便再把你们后厨的情况也让人来看一看。退可以，但要扣20%的手续费，这是行规。还有，今天你们那桌用了4包纸巾，1包10块，40还没算呢。茶水续了3壶，1壶28。妈说的对，手续费加杂费一共扣6700，退你24700，仁至义尽了。手续费没有这个说法。31400，一分不能少。纸巾钱，你从今天那20003里扣，10分钟之内钱到账，不然我现在就打电话。退！扫把星，赶紧退了，赶紧滚！林曼，你既然这么绝情，你会后悔的。没有我这个店，你拿什么招待客户？你那些客户吃惯了我的菜，你换地方试试。就是，离了我们家，看他还怎么当经理。到时候求着回来，一个折都别想打。方婷，你搞错了一件事，不是我需要你的店，是你的店需要我的客户。以后你慢慢就懂了。10年的人，2分钟清完了。公司行政部定点名乐，下个月要办婚宴的老周。准备定年会场地的3家合作公司，还有下周办满月酒的刘姐。以前是我一个一个送上门的，现在我要一个一个收回来。不长，就6行，可这6行撑着廷尉60%的流水费。以前我是他的搬运工，现在我一样一样搬回来。陈姐，我是林曼，廷尉私房菜从定点接待名单里撤了吧？撤了？那不是你推荐的吗？对，我推荐的。现在我以辽大客户部名义申请撤掉，理由3条：1. 乱收费，没有明码标价；2. 不开发票，报销都成问题；3. 当着我客户的面辱骂客人。这么严重？行，我马上打报告。后勤那边早有意见了，就是看你面子一直没人提。以后不用看了，我的面子被人明码标价买断了。林经理有什么指示？你家那场婚宴，我建议换个地方。换地方？那不是你介绍的吗？是我介绍的，所以现在也该由我提醒你，那家店最近乱烧费，服务也垮了，100桌的大事砸在里面，丢的是你的脸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当着我客户面撕账单，当众骂人，20300的消费不开发票，这么欺负人？行，我换，就是那2万定金。定金你放心，合同上白纸黑字，婚期前30天可以全额退。新场地星兰酒店，我打个招呼，内部价，档次还能往上提一些。还是你办事靠谱。
哎呦，我的林大经理，你可真是我的财神！我给他按内部价走，宴会厅头摆给他留着。人接待好，比什么都强。我还纳闷呢，上李直报去看场地，他家老太太爱答不理的，满月酒图个喜庆，我可不想沾晦气。每一个电话，我只说事实，乱收费、无发票、辱骂客人，事实本身就够了。干干净净。高兴吧？用23658换走几百万的客源，这买卖他们娘俩赚大了。趁现在生意好，多赚点，因为从明天开始，这家店的好日子就到头了。林经理，报告批下来了，行政部群发通知，即日起取消廷尉私房菜定点接待资格。好。还有个事儿，几家公司行政有个互通群，人家一问原因，另外2家也把廷尉撤了。撤得好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多米诺棒牌。不，这叫出来混，迟早要还。大姐，婚宴的定金2万，退了吧？退什么退？定了就不能退，这是我们店的规矩。我做了20年建材生意，就没见过规矩俩字能大过合同的。你不退，我现在就打投诉电话，再让我儿子把这事儿发到网上去。欺负人呐！大家来看看，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啊！我这100桌定兴兰了，茶水费全免，还送香槟塔。你们这店好自为真吧。满月酒16桌退订。退可以，扣500，占用到期损耗费。行，那我现在打市场监管电话，问问有没有这个费。顺便问问，你家后厨的卫生许可挂在哪面墙上了？退，全退。曼曼，你是没看见他那个脸色，这种人就是欺软怕硬。他把我微信删了，电话也拉黑了，用座机打。有事说事。林曼，你把我微信删了，电话也拉黑了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老周的婚宴是不是你搅黄的？刘姐的满月酒是不是你敲走的？100桌啊，你知道多少钱吗？方婷，我真正你3个词，不是搅黄，不是撬走，也不是踢，是我不推荐了，仅此而已。你放屁！没有你使坏，根本不可能说退就退。凭你家纸巾10块钱1包，凭你妈当着客户的面撕账单，凭2万零3000的消费，开不出1张发票。以前他们是冲我的面子来的，现在我的面子被你们家用2万3买断了。跟他废什
什么话？没有他，咱们照样赚钱。对，现在是旺季，游客多的是，我们下个月流水翻倍，到时候你别后悔。好，我等着。对了，这个座机号我也拉黑了。林曼，你别挂，咱们10年的交情，真一点情面都不讲。讲，你妈骂我钱不干净，我没掀桌子，你拿账本算总账，我1分不少的给了。情面这东西，跟你家会员卡一样，余额用完了就没了，这是最后一次，再借别人手机打来，我连这个同学一起拉黑。姐，我上周去廷尉考察过，他家老太太张口就要3万油金。我说签合同，他说我们家从来不签，吓得我扭头就跑。不签合同，不开发照，现金结赚，这娘俩打的什么算盘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。本店生意火爆，恕不接待某些自以为是的会客，少了张屠夫，不吃带毛猪。火爆？我扒着玻璃看了，里面空的，椅子都摞起来了。100桌的婚宴飞了，16桌的满月酒飞了，3家公司的年会飞了，他挂横幅，糊弄谁呢？还去廷尉吗？以前这话根本不用问，同学聚会铁定在廷尉。我张罗的，我买单的次数也最多。我就不去廷尉了，他家最近涨价厉害。给大家推荐个新地方，江宴就在廷尉对面，人均80，停车免费。行，那就江宴，我去定位。上回我们单位团建去的，人均80，吃到扶墙。哟，聚会都不在我店里办了。有些人现在出息了，看不上老同学的小店了。看在多年同学份上，聚会来我店里办，全场9折，再送一个果盆。9折，还送果盆。2个月前，他拿着账本，把2年的折扣1分1分找我讨回去。现在他管9折叫看在同学份上。王伟已接龙江宴，李四已结龙。行，都是白眼狼。当年在我店里吃吃喝喝的时候，怎么不说？方婷，注意点措辞。同学聚会 AA 色，谁也没白吃过你的。倒是每回买单嚷落的是谁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方挺退出了群条。曼曼出什么事了？没什么，账算清了而已。上礼包我去廷尉吃饭，正好撞见他妈指着你骂，说的可难听了。你俩到底怎么了？都过去了，聚会见。那天他妈骂完你，还跟旁边桌客人吹牛，说从你身上讨回了2万多，全店的人都听见了。好，是他们自己说出去的，省得我费口舌解释。听说他家现在纸巾10块钱一包，何止？1份酸菜鱼200多，鱼片就盖了个面儿。他妈还在店里骂客人，说嫌贵别来。
行了行了，来，吃菜，这个狮子头绝了。你们是没看见，我刚从对面过来。我本想先去廷尉打个照面，结果听见方婷母女在收银台后面嘀咕，说什么了？说咱们一群穷酸，说曼曼是狐狸精笼络人，还说人均80的破店吃死他们。我端着茶就站起来了，直接走人。茶钱我扫码付的58，隔壁桌同样的茶标价28。看人下菜碟都下到明面上了。曼曼，我多句嘴，方婷私下找过我，让我劝劝你。她说他妈那天是更年期，让你别往心里重。他自己怎么不来找我？她说你把他删了，再说他拉不下那个脸。那就让他继续端着吧。班长，23658，他连我请他过生日都记了一笔平业损失。这种账本你见过吗？知道了，这事儿怪不着你。排队2小时，感恩。用最好的食材配最好的客人。他还把你解封了，特意让共同好友截图转给你看，意思很明白，没有你，我照样风生水起。旺季的游客生意谁都能做，把旺季的钱变成淡季的命，才叫本事。可惜这个道理他们娘俩不懂。服务员，我们的菜到底好了没有？等了快1小时了。催什么催？外面排队的多的是，爱吃不吃。我花200多吃个鱼，催一下怎么了？不爱等就滚，我们家不缺你这一桌。走，回去给差评。爱给给，谁怕你？他家老服务生走了一半，把干了2年的领班小舞动了，换成老家亲戚。上次慢，态度横。不用我出手，他们自己在给自己挖坑，而且挖得又快又深。被辞的领班是我邻居，活鱼卖完拿冻鱼冒充，一份还是218。收钱全让客人给现金，现金全进他妈那个黑皮包，从来不过账。现金不过账，不开发票。报了8年账的我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。先记着，不着急。1、2、3、8，家人们，8片鱼，我数了2遍，218，8片。是陈晓的小号，这丫头。曼曼，你说他们还能撑多久？撑不过年。旺季一过，游客走了，
本地客得罪光了，房租、人工、水电，一分不会少。等旺季一过，他就知道什么叫秋后算账。季度销售冠军林曼，客户密誉度第一林曼。经公司研究决定，任命林曼为华东区销售总监。林妈，说说你的秘诀。没什么秘诀，把客户当人，把承诺当命。谁对我的客户不好，我就带着客户离开谁。只有我自己知道，这话是说给谁听的。林总监，恭喜恭喜！庆功宴可得让我蹭一顿。必须的，我请，地方我都想好了。说起来，还得谢你上回那顿饭。谢我，那顿饭您可是吃了一肚子气。就是那肚子气，让我看清了你的人品。账单翻着背的宰你，你眉头都没皱一下。先把我们的脸面，跟你做生意我放心，所以我把老陈老李都介绍给你了。方婷母女以为那2.03万是我吃的亏，他们不懂，那是我这辈子花的最值的一笔钱。林总监，多谢您这几个月的关照，您介绍来的客人快占我们流水30%了。您的汇宾卡我做主，终身7折。孙老板，生意是你自己做起来的，菜好价实服务到位，我只是顺水推舟。对了，您原来不是常去对面那家？这几个月，圈子里谁不知道？廷尉把财神爷当贼防，亲手把客源发给了对门。他在下面站了快20分钟了。曼曼，方婷又找我了，她说让你去她店里坐坐，以前的事一笔勾销。班长，麻烦你带句话，让他把一笔勾销这4个字说给他自己听。当初拿账本一笔一笔算的是他，现在生意黄了，想起一笔勾销了，晚了。行，我原话带到。他要是问，就说是我说的，再加一句，账已两清，永不再见。林曼，你就这么恨我？他就是嫌犯，故意帮我对门恶心我。当初没有我的店，他拿什么招待客户？不是咱的问题，是林麦心眼小，是同学们势利眼，是江燕不要脸抢生意。3个月前，这里排队2小时；3个月后，7折都没人进门，而这还只是个开始。妈，要不咱们上个团购套餐引引流？团购？那是赔本赚吆喝，咱家不伺候穷鬼。可再不来人，这个月房租都交不上了。怕什么？降什么价？降了不就承认咱家贵了？方老板，
欠了3月的货款6万8，今天必须结。刘老板，宽限宽限，年后一定给。宽限？上个月你也这么说。今天不结钱，我就把货车横你门口，拉一车臭鱼，让全街闻闻你们家的味儿。这不就是那个8片鱼的店吗？原来欠着供应商的钱，怪不得拿冻鱼糊弄人。什么？拿我的头卖冻鱼？我送的全是活鱼，冻鱼是他自己另找的便宜货。婷婷，亲兄弟明算账，你们家最讲这个。工资结清，我们明天就回老家。都是白眼狼，当初求着来城里打工的是你们。求着来的。你妈说工资比老家高1半，包吃包住，结果住储物间，吃客人的剩菜，工资一拖3月。婷婷，做人不能这样。白眼狼，这3个月店里的现金，你妈全揣自己包里了。我们的工资在哪儿？你问她去。37万，全是这2年现金结账攒下的，户名是他一个人的。妈，店是我的店，钱怎么全在你卡里？我给你存着怎么了？钱放你手里，早霍没了。你张罗什么了？把客人骂走，把林曼逼走，把供应商得罪光，你就张罗了这些？你个白眼狼！我是为了谁？还不是为了你？为了我，37万揣你自己兜里是为了我？曼曼，那2个亲戚回老家路上把事儿都抖了，放母私藏37万，母女俩吵翻了。他们的账本该拴到自己这一页了。曼曼，说实话，看着还有点唏嘘。唏嘘什么？他现在算的每一笔账，格式都跟那本红账本一模一样，一笔一笔，清清楚楚，他该习惯的。方老板，3家加一起欠了11万，今天必须给个说法。店里确实没钱，要不拿酒抵？拿酒抵？那酒本来就是我的。你是想拿我的酒抵我的钱？别跟他废话了，直接走法律程序。对，申请财产保全，先把他收款账户冻了。你们敢？你们这是逼死人！逼死人？你欠钱不带有理了。你们等等，宽限几天就几天。方老板，明年房租涨20%。涨什么涨？我们生意都这样了，你还涨？就是因为你们生意这样，我才涨。讨债的堵门，冲场的排队，我这铺子的名声都被你们带累了。物业费还欠着2万4，一起结了吧。没天理呀！全世界都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啊！方老板，2年前你们刚租这铺子的时候，
是谁3天2头带大客户来撑场子？我在监控里看得清清楚楚。那时候你们管人家叫贵人，后来你在楼道里跟人吹牛，说那女的是来蹭名利的。人心是杆秤，你们自己掂量吧。婷婷啊，不是姐不帮你，我房贷还没着落呢。你家那事儿闹的，舅妈的工资还欠着呢，我借你钱。我最近手头也紧，你家那些事儿网上闹那么大，我也不敢沾啊。副总原话，这事儿是林总监按流程办的，证据链完整，公司没有必要推翻。通讯录里几百个人，真到要命的时候，一个能开口的都没有。以前我有一个随叫随到的人，那个人的微信我已经加不上了。就是这一笔钱，买断了照片上的一切。方婷刚才在店门口站了半天，就那么看着江燕的新灯枪，看了得有10分钟。让他看，2年前这条街上最亮的招牌是他家的，是谁把灯一板一板关了的，他自己心里清楚。林总监，大堂里有个老太太找您，她坐地上了。林曼，你个丧良心的，给我出来！你断我们家财路，害得我们店儿开不下去。你们公司的总监逼死老百姓了。哟，这不是廷味私房菜那位老板娘吗？就是这家店当着我的面私账单，一顿饭宰了林总监2万03，现在店开黄了，跑人家单位讹人来了。林总监，这种人别理他，交给保安就行。没事儿，他要的就是我不敢露面，我偏要站到他面前。就是他，我们家店好好的，就是他在背后识海，他还我们家钱，还我们家店。闹够了吗？闹够了，起来说话。我呸！你今天不给个说法，我就死在你们公司。好，那就按规矩办。第一，调大堂监控，全程保存。第二，通知法务部张律师下来。第三，报警。报警？你们还有理了？我一个老太太，你们还能把我怎么样？阿姨，我提醒您几件事。您当众说林总监使坏、断财路，这叫诽谤。您在办公场所撒飘滋事，涉嫌寻衅滋事。贵店被退订、被撤销合作，全部有正规流程和书面文件。
您要是觉得冤，欢迎起诉，我们奉陪。哎呦，我的心口疼！你们仗势欺人，逼死老婆子啦！阿姨，您躺的位置正对着大堂主摄像头。您刚进门健步如飞，绕开施华警示板的动作特别利索，碰瓷讹诈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您要真不舒服，我们马上叫救护车，出车费、检查费您自立。大姐，起来吧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我不去，我有心脏病。有心脏病？行，先送医院检查，费用自持，没问题再回所里做笔录。林曼，你不得好死！阿姨，我好不好，不劳您操心。倒是您，回去问问您女儿，店里那37万的现金流水，税报了吗？曼曼，方婷发小作文了，我被最好的闺蜜逼到家破人亡，说她一个弱女子辛苦创业，说我仗着有权有势撺掇客户退单，最后还付了收款码，一杯奶茶钱也是恩情。他怎么敢的？曼曼，你快回应，再不回应，大家真信了。林总监，需要公司发声明吗？不用，再等等，子弹再飞一会儿。不急，谎话就跟纸糊的船一样，他敢往水里推，就得做好沉的准备。弱女子，这家店宰菜的时候可一点不弱。我爸的婚宴定金2万，他家死活不退，闹到要起诉才吐出来。满月酒退订，被扣500损耗费，我打了投诉电话，才要回来。我是他家亲戚，3个月工资没拿到，谁惨？本人他同学，亲耳听见他们母女管同学叫穷酸。他们家黄花茶，熟人28，生人58，从来都给最大折扣，那雇人排队算什么？刷好评算什么？法务起诉警告，恶性刷单行为已涉嫌不正竞争，本公司已取证，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自己给自己洗地的截图又火了一轮。小作文发出去24小时，打赏收入432块，换来的是全网的实锤和一句“这里有个大伙儿”。林曼，我们见一面吧，我求你。见面说什么？你的小作文里不是都写明白了吗？我踩着姐妹的尸骨往上爬，你确定要见我这种人？那文章我删了，我错了，你就见我最后一面。说完，我再也不打扰你。行，明天下午3点，中环咖啡厅，我给你30分钟，过时不候。2年前，也是这家咖啡厅，方婷约我出来，说资金周转不开。她坐在我对面，眼睛哭得通红。曼曼，除了你，我不知道还能找谁。我当天下午就把5万块充进她店里。2年，一个轮回，同一家咖啡店，同一个位置，掉眼泪的人还是她。不一样的是，我的心凉透了。
曼曼，你气色真好，升了总监就是不一样。方婷，你还剩28分钟，有话直说。妈妈，我知道错了，那些事儿都是我妈干的，账本是她逼我记的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帮帮我好不好？要不这样，我让我妈来给你磕头认错，当着你全公司的面都行。方婷，我要一个老太太磕头干什么？你们家这套一哭二闹三下跪对我没用。那我把店的股份分你一半，咱们姐妹一起挣。一半股份？方婷，你那店现在是负资产，欠供应商11万，欠员工2万1，欠物业2万4。你分我一半股份，是分我一半债吧？名牌包的袋子上起了毛边，仔细一看，是个高仿。真的那个，估计早就挂上二手平台了。你就帮我引荐几家年会订单，或者你先借我20万，把供应商和房租的窟窿堵上，利息随你开。方婷，你听听你自己说的，你管这个叫不要多的。妈妈，我们10年的交情啊，大学4年我们睡上下铺，你忘了吗？我没忘，我记得你开业那天，我发朋友圈让全公司给你捧场，我充了5万会员帮你凑贷款流水，2年里带了40多万的消费，这些我都记得。可你们记得是这个，我请你过生日，你记我一笔停业损失，账是你们先算的，每一分我都当场结清了。那天你亲口说的亲姐妹明算账，现在账算完了，你又来跟我谈姐妹，那都是我妈。你妈说我陪男人喝酒钱不干净的时候，你在旁边，你拉过她一下吗？我的职业清白被踩在地上的时候，你递给我的是一本账本。那我妈那边我让她给你道歉，你就当可怜可怜我。店要是没了，我就什么都没了。方婷，你到现在都没明白，你的店不是我弄没的，是纸巾弄没的，是纸巾10块钱一包弄没的，是8片鱼218弄没的，是你妈的嘴和你的账本一起弄没的。我只做了一件事，我不再推荐了。至于姐妹，对不起，你的友情标价23658，太贵了，我买不起。林曼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报应，撕账单的是你们，骂我钱不干净的是你们，拿物本清算10年交情的是你们。我从头到尾只做了2件事，付清了每一笔钱，闭上了推荐的嘴。如果这也有报应，那这份报应我认。2杯一起结，我请的。这杯咖啡不用记账本了，就当给10年画个句号。我们小本生意哪有什么账？点餐系统的流水调一下。流水？什么流水？我们都是手写单子。这2年的纳税私房表拿出来。还有这张储核卡，37万的存款，来源说明一下。什么卡？我不知道什么卡。每天营业结束后1小时内，固定存入现金。
存款时间和你们店的打烊时间2年里高度吻合。要不要我们把柜员机的监控也调出来？是他，钱全是他收的，卡是他的，卡是他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个白眼狼，店是你的名字，法人是你，要罚也罚你。你还是不是我妈？你还是不是我闺女？查出来了，2年流水280多万，申报只有60万，剩下220钱陈走的现金和私人收款码，一分税没报。罚款加借一新47万，限时15天缴清，逾期移送司法。举摸人有3个，被窃新的亲戚员工、供应商刘老板，还有小作翻车那天几10个网友的集中投诉，不是我甚至一个电话都没打过。47万，那37万抵进去还差10万。我的金镯子，那是我压箱底的嫁妆啊！嫁妆？你卡里37万私房钱的时候怎么不提嫁妆？要不是你天天现金的，能有47万的罚款吗？你家这铺子风水不行，上一家名声太臭，我们接手还得重新装修去晦气，转让费砍半。行，签吧。林总监，这个选题肯定爆，对您的个人形象也是宣传。第一，我没有手撕任何人；第二，一家店的死活由他自己的秤决定；第三，踩着别人的落魄博学历，这种宣传我不需要。懂了，冒昧了，林总监，难怪您的客户越做越多。方婷娘俩退了市里的房子，回老家县城了。临走前发了最后一条：我这辈子做错的最大一件事，就是不该让我妈碰这个店。他还是没明白，账本是他妈拿出来的，可要字是他自己说的。一条街的兴衰警示录，把客人当人，客人才把你当店。对面那家要是想明白这个道理，何至于此？一条街，2家店，一家把秤做给客人看，一家把秤藏在自己兜里，结局早就写好了。